欢迎来到总教练的小纸条。世界杯第二天，轮到两个地主国登场，加拿大和美国。两场开幕式都很盛大 ，Katy Perry、Lisa、Taylor、Alessia Cara 轮番上阵，连看台上都坐满了巨星名人。但今天真正的故事是两支想法一模一样的球队走出完全相反的结局。加拿大和美国骨子里都想用高位压迫把对手淹死，可是压完之后呢？一支攻了满场，只换到1分；另一支在阿汤哥、贝克汉一票巨星面前4-1把对手打到崩盘。我们先看压好压满却进不了球的那一支，再看到底该怎么做才对。先说一句，我喜欢在加拿大开幕式中 Alessia Cara 的那场表演。她从一颗金色巨球里登场，舞台上还搬出巨型白鲸、北极熊、驯鹿，象征加拿大辽阔的自然生态。歌好听，画面也很美。你最喜欢的表演是哪一场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大家你的想法。让我们回到球场，今天两边名气最大的球员都没先发。加拿大的戴维斯伤还没100%恢复，波赫这边则是哲科坐板凳。加拿大的教练马尔斯是红牛体系出身的，骨子里跟等一下要讲的美国一样，信奉高位压迫，所以你会看到的画面是加拿大主攻，波赫主守，13次射门，6成控球，大段时间压着打。但问题就出在加拿大就是做不好最后一传与射门终结，13射只有4射正，传中精准度也差，2次黄金机会，1次被扑，1次大空门打高，下半场还中了1次门柱。他们主攻右路，那位效力西甲的边锋布坎南一直想突破，却始终过不了波赫那位33岁踢过兵工厂的老将科拉西纳茨。更可惜的是，先被进球，在一个角球中，波赫那位190公分的高中锋卢基奇，在加拿大的防守布置里太轻松就顶进0-1。好在下半场靠替补救了1分，拉林76分钟换上，2分钟后就顶进扳平。但这场其实有机会拿3分的，少了戴维斯在进攻端的影响太明显，整体技术水准说实话很普通。追平之后，球员心态似乎也没有调整好。有人好像只想收下和局，有人想再进攻，结果就是痛失好局。那正解长什么样子呢？看美国这场就懂了。赛前也许不少人会觉得是5-5波，结果开赛没几分钟就知道不是。而且这场的场面有多大？看台上阿汤哥、贝克汉、布莱德比特、乔治卢卡斯、巴黎斯希尔顿星光熠熠。美国球员像吃了主场8-9万人呐喊的 buff 强化，每一次高位压迫都让巴拉圭喘不过气。波切蒂诺的排兵有巧思，他把麦肯尼和戴斯特都摆得比他们平常在联赛里踢的位置更靠前。麦肯尼原本是中场，这场被推上去到进攻中场的位置。戴斯特原本是右后卫，干脆拉到右边锋。这样一来，加上左路的普利西奇，美国前场就站了一排精力旺盛、擅长逼抢的人，后面再由亚当斯收网。所以他们不是慢慢组织，是直接在对方半场就把球抢下来。而跟加拿大最大的差别，就是压迫之后，美国有办法把球送进去。普利西奇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普通，但今天教练给了他很多球权，他也打出了信心。美国很多次进攻都从他这侧发起，边路突破，边中结合，最后他交出1次助攻。右边的戴斯特，当年在巴萨还跟梅西当过队友，速度快，传中又准，那股攻优于守的冲击力，正好用来从右路一次次压上去，撕开巴拉圭的防线。第7分钟，压迫就逼出第1球，巴拉圭后卫博巴迪利亚把球弄进自家球门，乌龙，美国1-0。等于开场就告诉大家，今天的美国是有备而来的。接着上场的是今天的主角，支点中锋巴洛根。他的来历其实很有看头，纽约出生，伦敦长大，兵工厂青训出身，前几年外租到法甲的汉斯，单季狂进21球，一战成名，后来转战摩纳哥。他其实有资格代表英格兰，最后选择披上美国队战袍。而今天他就在主场用1次上半场的梅开2度回应了这个选择。31分钟先进1球，补时再补1刀，半场就把比数拉到3-0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只是进球，整场还当支点，帮前面那一排逼抢的人做球、卡位、
5次射门，3次射正，拿下全场最佳。半场都还没打完，胜负其实已经定了。当然，高位压迫的代价就是耗体力，今天气温又不低。60分钟过后，美国体力到了瓶颈，被巴拉圭的毛里西奥追回一球，3-1。但教练在场边一直提醒球员别放松。70分钟后，美国重新压上，补时雷纳再进一球，4-1收工。那巴拉圭为什么会被打到崩溃？首先是在情报收集的部分似乎没做好，感觉完全无法应对美国队今天的打法与布置。再来进攻太过依赖一个人，22-23赛季在布莱顿初露锋芒的小将恩西索，带球、做球、串联几乎都要经过他，连他们唯一那颗进球也是恩西索做出来的。可是他的身材在对抗中是吃亏的，整队进攻一旦被锁死，就没了第二条路。再加上吃牌过多，整场5张黄牌，阿尔米隆还因为假摔吃了1张。整体来说，巴拉圭脚法和传接球其实并没有像比分差距那么大，但进攻太过单一，又无法拿出更好的方式应对高压逼抢，最终导致了一场完败。所以世界杯第2天给我们上了一课，高位压迫不是万灵丹。加拿大和美国都压得很凶，差别就在压迫完之后解不解决得了临门一脚。还有一个隐性因素，天气。波赫跟昨天的捷克一样，南欧、东欧的球队来到这种热环境，70分钟后体能就开始下滑明显。目前 B 组和 D 组的战局都还没明朗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战术看懂世界杯的角度，记得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